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忆欧春芒果播出，徐凯、周也领衔主演古装爱情剧，潘安子执导，看点满满，熬夜也要追。雪夜、破庙，两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一个是被家族抛弃，母亲含冤而死的谢府庶女谢清源，一个是家道中落，即将被发配充军的富家公子沈润。饥寒交迫中，沈润掏遍了全身，只摸出1文钱。他用这仅剩的1文钱，换来1碗热粥，分给了同样瑟瑟发抖的谢清源。没有海誓山盟，只有一句努力活下去的约定。谁能想到，这1文钱买下的不仅是一顿救命粮，更是一段横跨10几年、交织着血仇、权谋与深情的乱世奇缘。这就是忆欧春开篇最戳人的一幕。它没有宏大的相遇，只有绝境中两个灵魂最本能的相互取暖。而正是这个微小的起点，奠定了整部剧美强惨的基调与双强并立的格局。这部剧改编自由四姐的同名小说，由光芒影业出品，潘安子执导，徐凯、周也领衔主演。他早在2021年4月就入选了光芒影业的4周年片单，历经筹备，于2025年3月28日在横店正式开机，同年4月转场同乡蒲苑时尚古镇拍摄，并在7月23日宣告杀青。全剧共30集，已于2025年12月取得发行许可证，进入待播阶段。10年之后，命运齿轮再次转动。当年那个需要人庇护的小女孩，已经成长为回归谢府，一心为母复仇的黑莲花谢清源。她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孤女，而是需要在深宅大院里与嫡母、嫡姐周旋，步步为营的谋略家。而那个落魄少年沈润，则已几经沉浮，成为皇帝手中一把锋利的刀，殿前司指挥使，奉命南下肃清钱塘官场的贪腐大案。一个在深宅内院搅动风云，一个在朝堂之上拨弄权术，两人因案件重逢，却已相逢不相识。这种双强设定彻底打破了传统古偶中霸道总裁拯救傻白甜的套路。谢清源的复仇不是靠眼泪和等待，而是靠智慧和隐忍。有路透分析提到，剧中他可能会利用装傻充愣骗过对手，或借刀杀人之计扳倒敌人。他的成长弧光清晰可见，从流落街头的无助，到初回谢府的隐忍，再到后期为母翻案时的气场全开。而沈润的强，则体现在他一人千面的复杂性上。对外，他是神秘莫测、手段凌厉的朝廷重臣；对内，面对谢清源时，他却可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恋爱脑一面，被网友戏称为古装版禁欲系男友。他的逆袭之路，是从发配充军的罪臣之子到手握重权的清廉栋梁，充满了血与泪的挣扎。所以，他们的感情线注定不是一眼万年的速食爱情，而是成年人在权谋博弈中逐渐建立的信任与默契。从最初的相互试探、彼此利用，到识破身份后的惊讶，再到为了共同目标而携手合作。沈润欣赏谢清源的勇敢与智慧，一心护他周全，而谢清源对沈润的态度，也从最初的畏惧转变为视其为可共进退的知音。这种情感是建立在并肩作战、彼此成就的基础上的，被很多剧迷期待为古装版《黑暗荣耀》。除了人物关系，忆欧春的剧情也融合了当下观众喜爱的多种元素。它有一条清晰的宅斗线，谢清源在谢府内与各房势力的明争暗斗，是庶女逆袭的经典戏码。同时，
他还有一条更宏大的权谋线。沈润调查的钱塘贪腐案牵扯朝堂各方势力，危机四伏。两条线并非割裂，而是通过男女主角紧密交织。谢清源为母复仇查到的线索，可能正好成为沈润破案的关键，而沈润在朝堂上的权力，又成为谢清源在宅斗中最坚实的后盾。这种宅斗加权谋的双线叙事，让故事的格局不再局限于后宅一方天地，而是扩展到了家国天下。该剧的导演潘安子曾指导过口碑之作《显微镜下的大明之思卷案》，其对历史细节的考究和叙事节奏的把握，让不少观众对忆欧春的质感抱有较高期待。制作方在美学上也下了功夫，概念海报采用水墨画风格，其中暗藏的血滴元素，暗示了血色宅斗的故事内核。剧中造型融入了宋代珍珠面饰、莲花发饰等元素，并在桐乡等江南古镇取景，试图还原南宋时期江南水乡的烟雨朦胧与市井风貌。这部剧也并非没有争议和看点，这是徐凯与周也的首次合作。两位95后演员被并称为颜霸，古装扮相一直备受认可。徐凯此次一改往日形象，以黑长直配抹额的造型出演沈润，力求展现角色沉稳内敛又暗藏锋芒的特质。周也则需要演绎谢清源从落魄孤女到复仇智囊的复杂转变，对其演技也是一次考验。此外，作为徐凯在经历一些个人舆情事件后的首部待播剧，《忆欧春》的播出效果和观众接受度也备受业内关注。从2025年3月开机到7月杀青，再到年底顺利过审，《忆欧春》的制作节奏稳健而高效，高颜值主演、强情节原著、惊艳导演与精致服化道等元素，使其具备成为热门剧集的潜力。在观众逐渐厌倦套路爱情与工业糖精的当下，这种强调男女主独立成长，在权谋博弈中产生感情的双强模式，无疑更容易引发共鸣。故事从一文钱换来的热粥开始，在宅斗与朝堂的风云中逐渐展开，最终指向两个强大灵魂的彼此守护与相互救赎。或许正是这种从微小温情到宏大命运的叙事跨度，让忆欧春在众多古装剧中显得格外值得期待。